男人请朋友来家吃饭，竟安排了一桌毒虫毒草，可哥几个非但没生气，反而还直夸饭菜做得好。กลมกล่อมได้รสอูมามินาคไปเรียนทำอาหารที่ไหนมาเหรอจ๊ะเอาท้องเบลอปะเนี่ย强忍着恶心吃完草，众人正琢磨着怎么跑，没想到阿强太热情，非要留下几人玩游戏。为了不引起女人的怀疑，他们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但或许是之前情绪绷得太紧，一玩起来，众人竟忘了现在是什么处境。อ๋อกูรู้แล้วผีเสื้อชุกก็นี่ไงเสื้ออันนั้นก็ผีเสื้อ眼看猪队友还在作死，菜头急忙堵住他的臭嘴。随后几人找了个理由，便着急忙慌地向外逃去。然而刚下了楼，他们却震惊地发现阿强的老婆竟然也跟了过来，四人差点就吓尿了，急忙跳上了小船。阿珍说：“我这儿也有个谜语，你们猜猜是什么意思？”แกว่งเท้าหาเสี้ย เพื่อนมันแปลว่าอะไรวะโอ้ยแปลว่าจะไปเสือกเขาไงเล่ามึงจะมาถามว่าทำเหี้ยอะไรอีกมาเล่า听了菜头的解释，众人愈发肯定阿强的老婆绝对是女鬼，这可不是四人无的放矢。自从跟着阿强回到村庄，怀疑的种子便在他们心里生根发芽。无论阿强走到哪里，认识他的人似乎总会刻意跟他保持距离。起初众人只是有些疑惑，直到遇见宿醉的酒吧老板，这才得知问题竟然出在阿珍身上。ที่มึงยังไม่รู้จริงๆใช่ไหมไอ้มาถ้ามึงอยากรู้นะมึงกลับไปมองลอดวางขาดูมึงก็จะรู้ว่าอีหน้ากับลูกแม่โทษทีแบบแม่กูมาแล้วพูดเลื่อยเปื่อยแบบนี้นะ 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从胯下看阿珍和孩子呢？众人都以为是老板喝多了，但唯独卤蛋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当晚几人再次聊起此事，他终于忍不住说出一个隐秘。母亲曾告诉他，只要从胯下看人，就能看出对方是人是鬼。也就是说，酒吧老板其实是在提醒他们，阿珍母子俩已经死了。不过对于这个说法，除了卤蛋之外，剩下三人显然不信。阿珍那么漂亮，怎么可能是鬼呢？说罢，他们就让卤蛋去把阿强找来喝酒。卤蛋说自己害怕不敢去，结果又遭到三人一顿嘲讽。于是乎，他只好壮着胆子来到河对岸。可当他战战兢兢爬上楼梯，映入眼帘的竟是一副无比荒凉的景象。不对劲，10分有12分的不对劲。之前来的时候绝对不是这样。强忍着心中的恐惧，他又往前挪了几步，竟发现房间里的妖床突然动了起来。这下可给卤蛋吓坏了。他从2楼一跃而下，正准备划船逃走，谁料下一秒，一个柠檬竟突然滚了过来。听到声音，他下意识地转身望去，结果却看见一条比他命还长的胳膊。卤蛋见状撒腿就跑，只用了几分钟就逃了回来。他把刚才的遭遇一股脑讲了出来。可即便如此，兄弟们仍然不信，因为屋子脏可能是最近没打扫，而摇床洞也可能是恰好有风。卤蛋说，就算你们猜的都对，那条10几米长的胳膊又该怎么解释？眼镜说解释个屁，你就是马尿喝多了眼花而已。由于没人相信，这件事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但就在第2天早上，事情却迎来了反转。眼镜在去帮阿强拿东西的时候，竟然也看到了那副荒凉的场景。他一转头，恰好又发现阿珍就在身后。再联想起卤蛋昨晚说的那番话，一股寒意瞬间涌上心头。难道阿珍真的是鬼吗？眼镜觉得自己一定是脑子坏了，不然怎么会相信世界上有鬼这种蠢话？他气冲冲地找到卤蛋，让他以后不要疑神疑鬼。这下给卤蛋也整懵了，难道昨晚真的喝多了吗？从阿强家出来，眼镜便来到小树林施肥，没想到刚蹲了没一会儿，竟看到脚边好像有枚戒指。他下意识地扒了扒土，结果却发现戒指戴在一只手上。这要是一般人，现在早跑了。但眼镜似乎就是不信邪，非要再扒拉2下试试。这一扒不要紧，直接给人家脸都扒出来了。眼镜害怕极了，提起裤子就跑。慌乱中更是不慎将一窝马蜂撞下树来。等到跑回来的时候，他早已被蛰成了猪头。眼镜本想告诉众人树林里埋着具尸体，但一转头却震惊地发现阿珍手上戴着的戒指竟跟尸体上的那枚一模一样。这下破案了，树林里埋的就是阿珍，她真的是个鬼。由于脸肿的厉害没法沟通，眼镜只好写了张字条，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众人。一时间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恐惧，他们想要收拾东西跑路，却又担心阿强的安危。于是4人一商量，便决定等到天黑之后再带着阿强一起走。然而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快，正当眼镜准备说出真相的时候，却被突然赶来的同伴打断。他们刚刚得到消息，酒吧老板今早被人发现淹死在河里。根据村民的说法，他是因为乱说话才被阿珍的鬼魂杀死的。眼镜一听瞬间变了脸色，胡乱编了个理由就想溜走。但谁也没想到的是，阿珍竟突然提出要请几人吃饭，这才有了影片开头众人吃草的那一幕。从河对岸逃回来后，哥几个正商量着接下来该怎么办，没想到阿强竟然也跟了过来。见他只有一个人，菜头连忙告诉他，
其实阿珍已经死了，可不论兄弟们如何解释，阿强就是不信，双方争执不下，最终也只能不欢而散。许久之后，阿珍终于等到了回家的丈夫。她问阿强去了那么久，他们都跟你说什么了？阿强说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你是鬼，而且就算你真的是鬼，我也永远爱你。丈夫的甜言蜜语瞬间将阿珍心中的不安一扫而空，只是她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细节，外面明明下着大雨，可阿强的脸上为什么会沾满泥巴呢？大雨过后，夫妻俩手牵着手来到夜市，不知为何，从小就怕鬼的阿强竟非要带着老婆玩鬼屋。而在两人看不见的角落里，阿强的几个好哥们儿正冷冷注视着这一幕。几人同阿强有着过命的关系，所以即便被误解，他们仍想方设法要将阿强从女鬼身边解救出来。而另一边，阿强夫妻俩已经进入了鬼屋，虽然嘴上说着不怕，但男人的身体却很诚实。就在两人游玩途中，阿强突然被人捂住嘴巴，随后强行拖了出去，哥几个将他五花大绑，就准备从正门离开。但玩过鬼屋的都知道，为了给游客留下最美好的回忆，入口处一般都无法从内部打开，这下就有点难受了。阿珍已经发现丢了丈夫，可大门这边却怎么也打不开，等下阵被对方撞见，几人就算不死也得脱层皮。可这么小的地方，又该躲到哪里呢？其实答案很简单，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安全的地方。众人利用周围简陋的道具，各自扮成了鬼屋 NPC， 而这招也果然奏效。阿珍只是简单看了一圈，随后就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开。四人本以为总算是躲过一劫，没想到出口还没找到，就再次撞上了阿珍。ข้าวสารเร็วๆข้าวสารเร็วๆเอาดิเร็ว不知跑了多久，众人已经来到了树林深处，此刻摆脱了阿珍，也就没必要再绑上阿强了。阿强说：“你们到底要干啥？不是说了阿珍不是鬼吗？”几人当然不信。卤蛋告诉他，只要从胯下看一眼，就知道你老婆是人是鬼了。谁知阿强早就看过了，他真的不是鬼。此话一出，顿时堵得众人哑口无言。兄弟们对妻子的态度令阿强很是恼火，于是他丢下几人，直接朝着树林深处走去。众人担心他一个人发生危险，便一路追了过去。可就在半路上，眼睛竟意外发现一朵染血的玫瑰，循着血迹一路向前，果然听到一阵微弱的求救声。众人在不远处找到阿强，此刻他的胸膛正血流不止，这道伤口是在战场上留下的，但已经这么久了，为什么还没有痊愈呢？看着阿强不断流出的鲜血，眼睛突然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假设如他所说，阿珍不是死人，那么他手上的戒指为什么跟后院尸体上的一模一样呢？卤蛋闻言终于聪明了一回，难道你的意思是说那是一对婚戒吗？怀疑的种子一旦栽下，就会在短时间内生根发芽。两人越看疑心就越重，疑心越重，就越觉得抓住了真相。于是眼睛拉过阿强的左手，拼命的撕扯绷带，随着布条越来越少，二人的脉搏也越跳越快，直到绷带被彻底解开，他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还好，手上没有戒指。但听到戒指，阿强却微微一笑，这不在这儿呢吗？แผลมึงก็เป็นมาตั้งนานแล้วทำไมยังไม่หายสักทีวะยังไงกูต้องกลับไปเจอหน้าลูกเมียกูให้ได้